大家好，這是85後之後誰是頂流系列的第2期。上一期我們聊了田曦薇，今天我們來聊王楚然。說實話，這個名字放在頂流候選人的討論裡，2年前是不會出現的。2年前，他還是那個因為一部《我的人間煙火》被全網罵到關評論的演員。但在2026年的開頭，他接連完成了3件事：成何體統播出，春晚20秒，迪奧大使官宣。從輿論谷底到巴黎秀場，他用了不到3年。今天我們來聊聊這個逆轉是真實的還是曇花一現。先定義標準，在開始之前還是要對齊一件事，我們討論頂流候選人的3個標準和上一期一樣。第一，跨圈層的大眾認知度，不是只有粉絲知道，是路人也知道這個人是誰。第二，持續穩定的商業價值，品牌願意長期押注，而不只是在熱度期蜂擁而上。第三，作品說話的硬實力，每隔一段時間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。用這3個维度來看王楚然，他現在在哪個位置？大眾認知，他的破圈是怎麼發生的？王楚然的大众認知有一個非常清晰的分水嶺，我的人間烟火。但這個分水嶺是負面的。2023年這部劇播出之後，他飾演的許沁成了觀眾集中討伐的對象，綠茶、心機這些標籤鋪天蓋地。很多人當時的判斷是，這個演員完了，但他沒有選擇解釋，也沒有選擇消失。輿論最洶湧的時候，他選擇了沉默，一部接一部的拍戲，用《柳州記》、成何體統證明自己是個好演員。成何體統是第一個轉折點。這部劇將短劇節奏融入長劇敘事，愛奇藝熱度破9000，雲和最高市占率 19.8%， 一部小成本自制古偶播出了 S+ 效果。他飾演的余婉音，一個穿越到古代的現代社畜，表面是人人唾罵的妖妃，實際上是個善良通透的普通人。這個角色和他被罵的心機綠茶形象形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反差，反而幫他完成了一次形象重建。然後是春晚。2026年春晚，他在《荷花神》裡飾演王昭君，僅20秒，微博單日漲粉65萬，話題閱讀量破2億。20秒沒有台詞，就是一個回眸，但央視的無濾鏡鏡頭照出來的東西，比任何精修照片都有說服力。這20秒完成的事情，是讓很多之前不追他的路人第一次認真看了他一眼。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破圈，不是粉絲圈內的熱度，是跨出去的那一步。商業價值，迪奧意味着什麼？如果說大眾認知還可以靠運氣和時機，商業數據就是純粹的市場判斷了。王楚然2026年開年最大的商業新聞是迪奧大使。這件事之所以值得單獨拿出來說，不是因為迪奧的段位，迪奧本身已經足夠高了，而是因為合作方式。通常明星要想拿奢牌的大使頭銜，得從品牌挚友慢慢熬，快的話1-2年，慢的話就得3-5年。王楚然直接跳過了所有步驟，一步到位，无考察期空降，在奢侈品行業裡是非常罕見的操作。這意味着品牌方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，對他的判斷已經是確定性的，而不是在試探。成何體統，愛奇藝熱度破9000，豆瓣開分7.2，春晚出圈，東方氣質與迪奧內核高度契合。王楚然這趟巴黎之行，各種話題霸屏熱搜，從老前鋒造型到走路帶風的氣場。有一個細節值得提，在巴黎秀場後台，他用英文向設計師介紹自己，我來自中國，自信大方，路人好感蹭蹭上漲。這個細節之所以被廣泛傳播，是因為它代表的不只是個人形象，它代表的是一種在國際場合的自我定位。對品牌方來說，這種氣質是可以放大的資產。當然，迪奧大使只是一個起點，不是終點。商業價值能不能持續，最終還是要看後續作品能不能接住這波熱度。作品實力、演技這關，他過了嗎？這是最需要客觀說的部分。王楚然的演技，在成何體統之前，爭議很大。我的人間烟火裡的爭議，有一部分是角色本身的問題，有一部分確實也有表演上的不足。但成何體統給出了一個不一樣的答案。
於婉音這個角色的難度在於，她需要在古代妖妃和現代社畜兩種狀態之間切換，而且切換要自然，不能讓觀眾出戲。前一秒為討好暴君眼波流轉，後一秒裹草席蹲牆角偷聽，朝堂對峙氣場全開，私下又蹲地干飯，毫無包袱。两種狀態的無縫切換，構成了角色鮮活度的主要來源。很多看完的觀眾說，他把這個角色演活了。這不是溢美之詞，是有對比的。同一批演員裡，能把輕喜劇和情感戲都撐住的不多。手頭還有幾部待播作品值得關注。風影燃梅香裡，他一人分飾兩角，两個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在同一副身體裡切換，這對演員的控制力要求很高。明月錄的醫女重生復仇線，兼具柔和與狠戾兩面，是他目前接過的最有挑戰性的設定之一。這兩部作品能不能交出理想答卷，是判斷他演技上限的關鍵節點。目前來看，演技底色在，但封神時刻還沒到來。他和其他競爭者的區別，聊了這麼多，王楚然在這個系列的所有競爭者裡，特殊性在哪裡？他最獨特的地方是，他是個從負面輿論裡打出來的人。田曦薇是穩步上升，他是先跌到谷底再反彈。這兩條路哪條更難走？我認為是後者，因為跌到谷底之後的每一步都是在逆風裡走，路人的預設是負的，品牌的觀望期更長，媒體的報道角度也更挑剔。他選擇的方式是沉默和作品，不解釋，不消費爭議，就是一部接一部的拍。這種處理方式在內娛其實是相對少見的，更常見的是翻車了就找公關出來道歉，做話題轉移。王楚然的逆轉之所以有說服力，是因為他沒有走那條路。當然，他目前的位置仍然是有力競爭者之一，還不是已經坐穩的頂流。接下來的兩部待播作品是真正的考卷。總結一下今天的分析：大眾認知成何體統，完成作品層面的口碑重建，春晚20秒完成跨圈層破圈，路線清晰。商業價值，迪奧5考察期空降，是品牌对它當前價值最直接的認可。作品實力，底色在，但真正的封神時刻還需要等待。它的特殊性，從輿論谷底打出來的逆轉，但有力競爭者不等於已經是頂流，這個位置現在還沒有人坐穩，包括他。你覺得王楚然的逆轉是真實的，還是熱度一過就會回落？評論區告訴我，下期見。